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白沙屯妈祖庙，一座位于台湾苗栗县的古老庙宇，见证了无数年来信徒虔诚的祈祷与心愿的许下。每年，无论风霜雨雪，庙前的香火都从未间断。此地的妈祖神像以慈悲为怀，庇佑着信徒平安与顺遂。然而今天的庙里，气氛却显得有些不同，空中弥漫着一股无形的压迫感，连平日里热烈的香火也显得稀疏。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凌晨时分，庙内的守夜人老李走进庙中，准备例行检查香火。白沙屯妈祖庙的殿堂一如既往的安静，香炉里的香火袅袅升起，庙内的灯火微弱，却足以让他看清周围的景象。老李轻轻叹了口气，这里的一切总是给人一种安宁的感觉。可是今晚不太对劲，他照例走到神像前，打算给妈祖像换上一些香料和花朵。站在神像前，他突然感觉到一股奇怪的寒气袭来。奇怪的是，这座庙的气温从未有过如此的低沉，即便是夏天也从未如此寒冷。他皱了皱眉，伸手去触碰神像的金色衣袍，却触感冰凉，仿佛神像的表面上有一层未曾见过的冰霜覆盖，这让他感到一丝不安。但老李并没有多想，依然将香料放在了神像旁边。第二天一早，当林玉祥庙里的年轻祭司到达庙中时，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妈祖神像不见了，庙里的其他神像都安然无恙，而这座庙宇最为尊崇的妈祖神像却在昨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神像的位置空空如也，地上依旧留有昨夜祭祀过的花瓣与香灰，但神像的身影却彻底消失了。怎么会？怎么可能？林玉祥脸色变得苍白，走到神像的台前，低头望着空荡荡的神位，心中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惧感。他心中浮现出一个疑问：神像是被偷走了，还是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他呼唤着庙内的其他人，大家匆忙赶来，逐一检查庙中的每个角落。可尽管他们翻遍了庙宇的每一寸土地，也没有找到任何迹象表明神像被人盗走。神像仿佛就在一夜之间凭空消失了。难道是妈祖显现了？一位年长的信徒小心翼翼地开口，声音充满了敬畏。庙中的神像失踪，往往预示着神灵的不满，或者是某种特殊的信号。他的声音低沉，仿佛带着某种深刻的暗示。林玉祥沉默不语，虽然他不愿意相信这种说法，但内心深处的某种直觉却告诉他，世界远不如表面那么简单。接下来几天，庙里的气氛愈发紧张，信徒们开始不断询问神像失踪的原因，谣言四起。有人说神像是被人恶意偷走，也有人传言神像是因庙中的某个祭司犯了错，妈祖不再保佑这座庙宇。每一个过路的信徒都能感受到庙里那股不安的气息，香火似乎开始变得微弱，庙内弥漫的香烟也不再那么浓郁，空气中的沉闷感仿佛让人喘不过气。林玉祥时常在深夜一个人留在庙中，开始暗自调查。他检查了庙内外，所有的门窗、锁具都没有任何被撬开的迹象。他甚至开始怀疑，这一切究竟是不是庙中的某个不明力量所为？神像的失踪是否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消失，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消失？一天深夜，林玉祥站在神像曾经所在的位置，仔细打量着四周。突然，他的眼角捕捉到桌上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2个字：回来。林玉祥愣住了，他的心跳骤然加速。那字迹并不像任何庙中的常用字体，更像是某种被遗忘已久的古老文字，几乎看不清楚。纸条的边缘已经微微发黄，像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淀。回来。林玉祥低声念叨，心中满是疑惑。他感觉自己仿佛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牵引着，眼前的一切开始变得有些不真实。深夜的庙宇依旧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息，林玉祥的思绪变得愈加混乱，像是进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漩涡。他开始做噩梦，梦中他看到神像的眼睛紧闭，突然猛地睁开，血红的眼珠瞪视着他，仿佛一只无形的爪子正在伸向他，想要把他拖入无尽的黑暗。有一晚，林玉祥在巡查的时候，耳边似乎听到了一些细微的声音，那声音低沉而断断续续，
仿佛是从神像处传来的低语。尽管他四处搜索，却什么也没看到，空气中只剩下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这种低语声在接下来的几晚里愈加频繁，几乎成了他夜间唯一的伴侣。每次听到那声音，他都会不自觉地感到一种莫名的寒意。他开始怀疑，神像真的离开了吗？或者他正悄然潜伏在庙中的某个隐秘角落，等待着他的发现。林玉祥试图不再让自己陷入过度的焦虑，他开始思考是否有可能是庙中的某个人恶作剧，但他知道这种平静的庙宇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而今夜一切都显得如此不同。庙中的神像、神秘的纸条，以及那些越来越近的低语声，似乎在诉说着某种无法言喻的预兆。就在他即将陷入恐惧和混乱之时，庙里的其他信徒开始传出消息，说他们也曾在不同的时刻见到过神像的幻影。那幻影时隐时现，或许是梦中的景象，或许只是空洞的眼神，在庙中若隐若现。林玉祥感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感笼罩着自己，而神像的失踪仿佛只是一个更大的谜团的开始。夜幕再次降临，白沙屯妈祖庙的气氛变得愈加诡异。庙内的香火依旧稀薄，几盏古老的油灯在风中摇曳，发出微弱的光芒。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连鸟叫声也变得异常安静，仿佛时间在这座庙宇中停滞不前。林玉祥依旧留在庙中，紧锁的眉头不曾放松。那张纸条上回来二字像一根无形的线，牢牢牵引着他。他在庙内四处寻找，试图从任何一个角落找到线索，但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向他传递一个信息：神像的失踪根本不简单。当他再次来到妈祖神像失踪的地方时，心中不由自主地生出一股寒意。这个地方的空气仿佛冷了几分，原本充满神圣气息的神像位置，现在却只剩下一片空荡荡的空间。林玉祥低头，心中暗自发誓一定要找出真相。他又翻开了那本古老的经书，书中的文字被岁月侵蚀，已变得难以辨认。然而书页上依旧清晰地写着一段让他心跳加速的内容：每当神像失踪，意味着神明的意志将离开庙宇，邪恶之力将填补这一空白。邪恶之力，林玉祥心头一紧，内心深处的某种不安感再次升腾。第二天，林玉祥决定深入调查，寻找那些可能被遗忘的历史记载。他来到庙后的一间小房间，那是老祭司平日里用于存放庙中古籍和记录的地方。房间昏暗，灰尘积得很厚，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息。林玉祥小心地翻开每一本尘封的书籍，寻找可能与神像失踪相关的线索。突然，他翻开一本古老的日记本，第一页的字迹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本属于上一任祭司的日记，里面记录了庙中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林玉祥的眼睛停留在一篇记载上：庙中的神像曾经失踪过一次。那个夜晚，庙内出现了奇怪的低语声，所有的信徒都无法安睡，直到神像重新归位。但令人不解的是，日记中还提到了一个名为鬼影祭祀的仪式。据说庙宇的神像在遭遇邪灵侵扰时，必须进行这种特殊的祭祀，才能保住庙宇的安宁。然而这个祭祀仪式从未对外透露过，甚至连老祭司的后人也不愿提及。鬼影祭祀，林玉祥的脑海中回荡着这个词汇，心中的疑虑愈发加深。难道这与神像失踪真的有关？而那邪恶之力是否就是传说中的鬼影？就在他准备深入调查时，庙中再次发生了奇异的事情。深夜里，林玉祥听到来自神像失踪位置的低语声，这一次声音异常清晰，那声音轻轻飘来，仿佛就在耳边，带着一种深沉的哀鸣。他迅速走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但空荡荡的殿堂依旧寂静无声，低语声没有停止，而是越来越近，仿佛在庙内徘徊。林玉祥的心跳骤然加速，他的双腿不由自主地颤抖，但他依然硬着头皮向前走。那声音开始变得愈发模糊，有些像是被困在远方的阴影中，又似乎在庙内的某个角落偷偷窥视着他。他试图寻找声音的源头，但四周一片寂静，什么也没有发现。正当他转身准备离开时，突然一阵冷风从背后袭来，吹得他衣襟猎猎作响。
林玉祥猛然回头，眼中闪过一丝恐慌。庙里的门窗依然紧闭，然而他却清晰地看到，庙内的灯光在瞬间变得异常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气味，仿佛整个庙宇被某种未知的力量吞噬。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声耳熟能详的声音：“回来！”这次低语声并非从四面八方传来，而是直接从他的身后传来。林玉祥猛地转身，眼前竟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那身影漂浮在神像曾经的位置，浑身散发出一种死亡的气息。那是一个女人的模糊身影，面容惨白，身上的衣服破旧，仿佛被风吹散的灰烬。她缓缓向林玉祥走来，嘴角挂着一丝诡异的微笑。回来！她重复着那两个字，声音低沉沙哑，仿佛穿透了时间的屏障，直击林玉祥的内心深处。林玉祥的呼吸变得急促，背脊发凉，似乎全身的血液都在这一瞬间冻结。眼前的女人分明不是人类，而是一股死寂中的幽灵。林玉祥立刻拔腿向门口跑去，但就在他跑到门口的一刹那，庙内的门竟然猛地关上，锁住了他的一切退路。他绝望地扑向门口，尝试推开那扇厚重的大门，但门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牢牢锁住，他根本无法打开。回来！那道幽灵般的声音依然在空中回荡，仿佛在提醒他什么。在极度恐惧与绝望的压迫下，林玉祥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无法逃脱的迷宫中，而神像的失踪似乎并非巧合。庙中的那些低语声，那神秘的幻影，甚至是眼前的女人，都在提醒他一个事实：这个庙宇早已不再是曾经庇护信徒的地方，它早已被邪恶的力量所侵蚀，而林玉祥正是这场灾难的牺牲品。他忍不住惊叫出声：“你想要什么？回来！”他的声音再次响起，仿佛在回答他的疑问。林玉祥猛地转身，心中突然明白了什么。这不只是神像的失踪，更是某种更深层的惩罚。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林玉祥在恐惧中挣扎着，想要摆脱庙内那股无形的压迫感。无论他怎么用力推门，庙门始终紧闭，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牢牢锁住。那道幽灵般的白衣女子缓缓逼近，每一步都带来一股寒意，让他几乎无法喘息。回来！女子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低沉哀鸣。林玉祥的心脏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他不再停留，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光芒。他猛地转身，奋力推开旁边的一扇小门，进入了一间古老的储物间。门一关上，庙内的压迫感似乎稍微减轻，但那道声音依旧在空气中回荡。在储物间的昏暗中，林玉祥的目光在墙角的古籍堆中寻找线索。突然，他的眼睛停留在一本破旧的经书上。这本书的封面上刻着一幅奇异的图腾，似乎与庙中的某些符号相似。他用颤抖的手指翻开书页，书中的文字让他的血液瞬间凝固。原来，这座庙宇并非普通的妈祖庙。几百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起惨剧。传说中，庙里的神像并非从天而降，而是由一位神秘的祭司雕刻而成。那位祭司不仅能与神灵沟通，还能通过某种禁忌的仪式赋予神像神力。然而，这种力量并不是无代价的。祭司在为神像注入灵力时，曾无意中触犯了某种禁忌，导致一股邪恶的力量潜伏在神像之中。为了平息这股邪恶力量，祭司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将神像封印在庙中。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股邪恶的力量逐渐觉醒。当神像失踪时，邪灵便会复苏，开始吞噬庙内的生命，最终引发一场灾难。林玉祥的呼吸急促，他似乎明白了自己所面临的困境。他的目光定格在经书的最后一页，那里有一段文字：鬼影祭祀，若神像失踪，必须进行此祭祀，以封印邪灵归位，否则灾难将降临。鬼影祭祀，林玉祥喃喃自语，心中有一个疯狂的念头升起。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庙中的神像失踪，不仅仅是神灵的愤怒，更是那股邪恶力量重生的前兆。林玉祥深知，若不立刻采取行动，整个庙宇，甚至是周围的村庄，都将陷入无法想象的灾难中。但他也清楚，
进行鬼影祭祀意味着与邪灵对抗，而那股邪恶的力量绝非他所能掌控。他突然想起，庙里有一个古老的祭坛，据说是用来进行特殊仪式的地方。祭坛的位置被严格保密，只有祭司才能进入。他决定冒险一试，去寻找祭坛，希望能找到阻止邪灵复苏的办法。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林玉祥时常会梦见那个白衣女子，那女子的面容逐渐清晰，每次梦中，她都会伸出一只冰冷的手，似乎在向他求助。醒来后，林玉祥的身体几乎被汗水湿透，但他依旧没有放弃调查。有一天夜里，林玉祥终于在庙后的一间废弃小屋中发现了祭坛的入口。那是一个隐蔽的地下通道，门上镶嵌着几块神秘的符石，散发着微弱的蓝色光芒。林玉祥心跳加速，意识到自己即将揭开一个可怕的秘密。他深吸一口气，推开了沉重的石门。通道幽深而昏暗，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气息。林玉祥沿着狭窄的通道走去，最终进入了一个地下室。这里充满了古老的气息，墙上挂满了发黄的符箓和奇怪的符号。房间中央有一座巨大的祭坛，上面刻着不知名的图腾。祭坛的四周弥漫着一种冰冷的气息。林玉祥的目光锁定在祭坛上方，那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石板，上面刻着一段古老的文字，仿佛是在提醒他，神像复位，方能封印邪灵。他站在那里，目睹了这座祭坛的恐怖与神秘。就在他打算进一步调查时，忽然间，一阵刺耳的风声响起，四周的空气开始剧烈震动，祭坛上方的石板缓缓升起，露出一个巨大的裂缝。回来！那道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林玉祥猛然转身，发现身后空无一人，但那声音却清晰地回荡在他的耳边。随即，地面开始颤抖，整个庙宇仿佛在经历一场地震。突然，祭坛上的符箓开始自行燃烧，蓝色的火焰在空中跳动，散发出一股异样的气息。林玉祥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压迫感，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朝着他塌陷。就在这时，祭坛上的石板轰然裂开，露出一块发黑的神像碎片，碎片中传来阵阵低沉的咆哮声，仿佛某种恶灵正在挣扎着从其中复生。林玉祥愣住了，他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景象。碎片中的神像竟然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慈祥妈祖，而是一个扭曲的、充满仇恨与暴怒的邪神。他的眼睛充满血丝，双手举起，仿佛要将林玉祥撕裂。你终于来了！邪神的低语声响起，充满了戏谑与杀气。你们这些信徒，终究要为你们的愚昧付出代价。林玉祥的心跳如雷，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无法逃脱的困境。这不仅是一次祭祀的失误，更是一场灾难的开始。邪灵复生，整个庙宇都将在他的愤怒下化为废墟，而他或许就是最后的祭品。他不再犹豫，立即开始准备祭祀的材料。这是他唯一的希望，唯一能将邪灵再次封印的机会。时间已经不多，邪灵的复生几乎已经无法阻挡。在林玉祥准备祭祀的过程中，他忽然想起了那本古籍中提到的一句话：只有血祭才能封印邪灵的力量。这意味着他必须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最后的祭品，才能彻底压制那股邪恶的力量。回去吧。他听到那女人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深沉的哀求，仿佛在呼唤他回到他的怀抱。林玉祥的双手颤抖，他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逃，如果不做出最后的牺牲，这个庙宇甚至整个村庄将永远沉沦在邪灵的阴影下。林玉祥站在祭坛前，双手颤抖着翻开那本古老的祭祀手册，他的心中充满了混乱和绝望，意识到自己已经深陷绝境。仪式的要求让他几乎无法承受，这不仅仅是关于祭祀的知识，更是对生命的彻底抛弃。祭祀的过程需要以最纯粹的血来封印邪灵，而这种血必须是自愿奉献的。回去吧。那个女人的声音依旧在耳边回荡，带着某种难以抗拒的诱惑。他闭上眼睛，脑海中不断回想起那张纸条上写的字。回来。他想过了无数种可能性，也许这就是一个解脱的机会，或许自己只要按照祭祀的要求走，就能平息这场灾难。可是心底深处，林玉祥感到了一股强烈的不安。
那种不安像是冥冥之中有某种力量在制约着他。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并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一切。庙中的低语声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急促，仿佛在催促他尽快做出决定。然而，内心的恐惧并未因此消失。眼前的祭坛像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吞噬着一切理智和希望。祭坛上那块神像碎片正散发出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邪恶气息。林玉祥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已经完全无法控制局面。就在他手指触及到祭祀用的仪式物品时，突然，祭坛上方的石板猛地炸裂，发出一声巨响，整个地下室震动了起来。林玉祥来不及反应，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那种压迫感几乎让他无法承受。眼前的视线变得模糊不清，身体也在摇晃。回来！那道熟悉的低语声再次响起，却带着一丝异样的疯狂，仿佛一个无法抑制的复仇灵魂在呼唤他。他急忙抓住祭坛上的一根柱子，勉强稳住身形。这时，他注意到神像碎片中的某个细节，那不是妈祖的脸，而是另一个更加扭曲的面容。这不是妈祖神像，而是某种邪神的具象化。林玉祥猛然意识到，这一切的背后根本不是一位慈爱的神灵，而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远古的邪神。原来，这座庙宇并不是为了庇护信徒而建，而是用来封印那个邪神的。随着这道念头闪现，林玉祥的内心瞬间翻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直忽略了的事实：白沙屯的妈祖庙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庙宇。几百年前，这里曾是一个黑暗祭祀的中心。那时的祭司并非如传说中所说的神圣，而是一个走火入魔的邪教领袖。他通过与邪神的交易，交换了巨大的力量，将这个邪神封印在神像中，供奉给庙中的信徒。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封印逐渐衰弱，神像的失踪正是邪神复生的前兆。林玉祥不禁感到一阵寒意袭来。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完成这个仪式，如果他继续进行下去，不仅会彻底解开封印，还将成为那邪神复生的祭品。整个庙宇，甚至是整个村庄，都将沦为邪神的猎物。正当林玉祥准备放弃仪式，寻找逃生的道路时，突然间，祭坛上的黑色神像碎片开始颤动，那股邪恶的力量愈发强烈，石板上的裂缝开始扩大，邪神的眼睛似乎注视着林玉祥，眼中闪烁着血红的光芒。回来声音变得更加撕心裂肺，仿佛是在痛苦中挣扎。你是我唯一的希望。林玉祥的心脏猛地一跳，他的身体僵硬在原地。这个声音他突然回忆起，曾经在调查过程中，有人提到过，在神像失踪之前，庙中曾有一位年轻的祭司，他正是林玉祥的祖父。林玉祥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念头，他的祖父曾在年轻时因好奇而私下触碰了神像，结果与邪神达成了某种交易。他不仅是庙宇的祭司，更是神像力量的引导者。然而，祖父最终背叛了庙中的神明，导致了邪神的封印逐渐松动。最终，神像的失踪就是那场交易的开始。回去吧。这声音越来越强烈，仿佛要将林玉祥吞噬。他的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恐惧，但他忽然明白，自己也许无法逃避。林玉祥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的祭品。这场祭祀仪式其实是一个诡计，邪神的目标不是林玉祥本身，而是要借他之手复生，借助庙中祭祀的血迹来彻底脱离封印。林玉祥的祖父在当年的交易中早已将自己的血脉作为祭品的一部分，而他作为后代也注定要为这场交易付出代价。然而这时，他的意识已经渐渐模糊，那声音开始变得无比强烈，扭曲的面容在祭坛上浮现，神像碎片中的邪灵仿佛要冲出而来，吞噬所有的一切。林玉祥终于明白，这一切不过是邪神的游戏，他早已无法逃脱，只能成为这个复生仪式的一部分。然而就在这时，祭坛突然剧烈震动，古老的符箓一一飘散，庙宇中的灯火开始异常闪烁，空气中弥漫着不祥的气息。这不是林玉祥的决定，而是宿命的交织。邪神的复生已然无法避免。林玉祥的最后一丝理智在挣扎中消失，他的眼中闪过一抹无奈与决绝。
就在他准备献上最后一滴血液时，突然一股强烈的光芒从神像碎片中爆发出来。林玉祥眼前一片刺眼，耳中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低吼，他的身体顿时失去知觉，整个人被那股光芒吞没。当光芒消失，庙内一片寂静，林玉祥消失了，而整个庙宇也恢复了平静。祭坛上的神像碎片完全融入地下，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当庙外的村民第二天早晨进入庙中时，他们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庙中的神像竟然回到了原位，静静伫立，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但他们并未注意到，庙内的空气变得更加凝重与阴森，那股未曾完全消散的邪气依然弥漫在庙中，仿佛等待着下一次的复生。林玉祥的命运成为了庙宇中一个新的传说，而邪神的阴影也将永远笼罩这片土地。林玉祥的消失似乎成为了庙宇历史中的一个新篇章。村民们发现庙中的神像恢复了原位，仿佛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但那种异样的氛围依然弥漫在庙内。信徒们虽然恢复了对神像的敬仰，却无法忽视内心深处的恐惧。夜晚，庙中总会传来些微的低语声，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暗中观察着他们。村里的一位年长的信徒，老太太李阿姨，曾在林玉祥的调查过程中对他说过一番话：这个庙里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神的庇佑，神像失踪不是巧合，这背后有些事情是你们无法理解的。老太太那时的话像一道警告，深深刺入林玉祥的心中。如今回想起来，林玉祥似乎能明白她话中的含义。庙中的神像仿佛并不单纯，他的失踪和重现意味着那股无法掌控的邪灵依然存在，而庙宇的每一个信徒都深陷其中，成为了不可见的牺牲者。然而林玉祥再也无法回到那个世界中去。在他消失后的几天，奇异的现象开始频繁发生。村民们的梦中时常会出现一张扭曲的面容，那正是神像失踪前的邪神面容。有人开始感到不安，甚至有信徒开始自愿离开庙里，寻找其他信仰的庇护。庙中时常会听到门铃自行响起，空气中弥漫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寒气。某些人眼中甚至开始浮现出一抹血红的光泽。更令人不安的是，庙内的神像，那尊曾经被祭祀封印的邪神形象，似乎变得越来越有生命。他的双眼闪烁着某种未知的光芒，似乎在暗中观察着每一个靠近他的人。林玉祥的失踪在村里引起了轰动，尤其是在与他接触过的几个村民中，大家开始怀疑林玉祥是否曾经破解了庙中某个极为古老的秘密，并因此遭遇了无法逃避的命运。但最令他们困惑的还是庙中传来的那些异象。那尊神像总是在午夜时分发出低沉的响动，仿佛他从未安息过。有人看到神像的嘴唇在微微蠕动，似乎在低声念着什么。还有人声称曾在神像背后看见了一道淡淡的影像，那影像中竟然有一个模糊的身影与林玉祥极为相似。林玉祥不会是真的死了吧？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林玉祥的命运或许并未像表面上那样简单的结束，而是与庙中的神像产生了某种深不可测的联系。甚至有些人开始怀疑林玉祥早已成为神像的一部分，被囚禁在其中。庙中的气氛愈发紧张，几位有经验的信徒甚至开始声称，庙中某些地方的气息变得更加压抑，神像的眼神更加锐利，仿佛他能穿透一切，洞察每个心灵的秘密。其中有一位村民，年轻的阿豪，在一次深夜里独自走进庙中，试图寻找有关神像的线索。阿豪自小便与林玉祥熟识，他曾参与过不少林玉祥的调查工作。那晚他在庙内徘徊，突然他听见一道低沉的声音从神像的背后传来：你们永远无法逃脱。阿豪猛地回头，见到神像的眼睛微微闪烁，仿佛要喷射出某种可怕的光芒。整个庙宇的气氛立刻变得凝重，空气中的压迫感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你是谁？阿豪低声问道，声音中透露出一丝恐惧。然而回应他的只有更强烈的低语：回去。回到最初，阿豪立刻意识到，这种低语似乎并不是来自神像本身，
而是来自庙中的某个地方。神像在诉说的，似乎是某种远古的预言，邪神的复生已经在悄悄发生。阿豪意识到，庙中的神像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神像，它代表着某种古老且无法解开的诅咒，而林玉祥似乎也在无意中成为了这场诅咒的一部分。阿豪通过对神像和庙内历史的深入研究，发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林玉祥的祖父年轻时就曾参与过一场禁忌的仪式，那个仪式原本是为了解救某个神灵，而祭品就是庙中最年长的祭司和村民们的鲜血。林玉祥的祖父实际上并非是庙中的纯洁祭司，而是被邪灵操控的傀儡。他曾在庙中施下了一个诅咒，将自己与邪神绑定，才得以保住自己的生命。而林玉祥作为祖父的唯一后代，无论他是否愿意，都无法逃脱这场灾难的宿命。他本以为自己能揭开神像失踪的谜团，解决问题，最终却发现自己早已被卷入其中，成为了这场恶灵复生的触发点。阿豪的心跳急促，他意识到自己若不尽快逃离庙宇，恐怕也将成为邪神复生的牺牲品。随着神像碎片的复苏，整个庙宇的邪气愈加浓烈，村庄已经无法逃避那股强大的黑暗力量。庙中的光线开始扭曲，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滞。但在他准备离开庙宇时，他发现神像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缝，裂缝中映出了林玉祥的身影。那一瞬间，阿豪感到一股深深的寒意。他意识到林玉祥并没有死，而是被困在了神像的背后，成为了邪神复生的工具。阿豪想要逃离，但庙中的门口早已被无形的力量封锁，每一步他都能感到越来越强烈的压力，仿佛神像正在吞噬他的灵魂。他的脚步越发沉重，